嗨，我是 Tyler。自从 AI 爆发以来，你也知道，各种人开始用 AI 来创作、写文章、绘图，甚至做音乐，各种厉害的应用都出现了。不过，能够实际应用 AI 来学好一门程式的人，到底有多少呢？今天我就要来公开过去2年我用 AI 辅助我写程式开发的所有技巧，所以想要学程式的观众，好好把握这一集好不好？因为我这一集还是会以第一次接触程式设计的朋友为主，不过要仔细讲清楚哦，因为开发是一条不归路，好不好？我会先给大家带来3个学 AI 非常重要的观念，接着再一口气带你用 AI 读code、写code、改code，不对，读code、改code、debug、写code。程式语言也是一种语言，对，这听起来很像废话。不过你可能从来没有把它跟中文还有英文进行比较，你更不可能把它当作一门文科来学习。然而写程式就像讲话一样，你必须遵守非常明确的逻辑规则。程式中的词汇正是那些关键字和符号，它们就像是英文单字，个个都有清楚的功能和用途。所以我也常常在自嘲说，工程师就是用理科的脑袋在做文科的事情。所以我要郑重告诉你，今天所有所学的任何技巧，你都可以用来学习中文、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日文、Tyler文，随便你。所以稍后实际操作时， Tyler 会让 AI 辅助我理解语法，这样做能让我专注在解决问题的思维，而不需要记得所有的语法。如果我真的遇到不理解的语法，只要问问 AI 就可以。接着我们来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日常的生活中，你会怎么样跟人家对话呢？你会观察对方的特质、对方的喜好，更重要的是，你会去看看对方所说的话是不是可信的。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做的事情。因为请你想一下，等一下我们要跟怎么样子的对象沟通呢？答案是有可能胡说八道的 AI。对， AI 可能会骗你。生成式 AI 能够生成各式各样的结果是因为在生成的过程加入了随机的概念。就是这样的随机性，可能会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遭遇被蒙在鼓里还浑然不觉的风险里。何况 AI 不是神，它并不是全知全能，它也不是自己学习这些东西的，而是由人来提供它所有的学习资料。所以 AI 回答当中有错误是非常正常的。因此在 Tyler 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，我都尽可能预设他的回答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以及错误。至于如何验证 AI 讲的话是对的，我们待会要来好好聊聊。最后一个，也是对我个人最重要的观念，那就是让 AI 负责生成，但保留思考的过程给自己。在 AI 学习的热潮当中，有许多的人推崇各种厉害的 AI 工具，似乎好像有这些 AI 工具就能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。这种热忱很好，但是千万要记住，拥有 AI 并不等于无所不能。事实上，即使你学会了所有的 AI 工具，如果没有清楚的方向和目标，你仍然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。之所以借由 AI 来辅助我们学习，不是因为 AI 多强大能立即解决我们的问题，而是我们在努力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，现在有了 AI 这个强大的助手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快速、更清楚地达成目标。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，我希望 AI 扮演我们的顾问，而不是老师。因为理解并且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我们学习的目标。那么首先，挑选一门你想学的语言， Tyler 这边会以 Python 进行示范，你可以选择其他语言。如果你没有什么想法，建议你选择 Python 作为你的入门语言。选好后，动动手指上网找找相关的开发环境安装教学，毕竟是自学嘛，搜寻解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要有。不过如果是 Python 安装，频道里面已经有一部完整的教学，我会放链接大概在这里。第2步，挑选一款你使用过的大型模型，比如 ChatGPT 或 Gemini。如果你没有用过任何一种 AI， 可以跟 Tyler 一起使用 Cloud， 虽然它的免费额度有限，不过它比较聪明。准备好工具之后， Tyler 就要考考你第1个问题了。请问程式设计最重要的基础能力是什么？写程式吗？不对哦，很多人刚接触程式设计就马上跳进去写程式，这样不就和你第一次学英文就想要写文章一样困难吗？
程式设计其实就是具有清楚逻辑的文科，所以想要学好程式，必须像学英文一样，先练习读文章，才能写出好文章哦。而阅读程式码这项能力，就是工程师口中的 code review。大部分的菜鸟工程师不需要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，而是必须看懂现有专案，帮忙新增功能和 debug。所以如果你想在业界工作，一定要先学会看懂别人的 code， 否则你会很痛苦。不过就像英文课本跟英文杂志，程式码还是有阅读的难易度之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事先安排好学习的难度，才不会一开始就遇上大魔王。这时候我们可以跟 Cloud 说，请给我10个 Python 章节，从简单到困难排序。Cloud 就会帮助我们生成一份循序渐进的学习课表。有了课表，我们就能从最简单的章节开始，生成阅读练习用的程式码。例如，我会要求 Cloud 说，我是初学者，请给我一份练习阅读用的 Python 程式码，主题为基础语法和数据类型。接着针对每一行程式码进行深入发问，例如说，解释这行 name 等于小明， Cloud 就会针对这行程式码的意义详细说明。可是问题就来了，我们马上就会发现 Cloud 的回答当中出现了一些陌生的词语，例如你可能还不是很明白变数这个概念，这可能会导致让你无法完全理解 Cloud 的回答。此时我们需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，那就是写笔记。打开一个笔记软体，把没有看过的术语全部记下来，像这样子。接着打开新的对话视窗，输入我没有程式语言的专业背景，请简答什么是变数。Cloud 就会用一些比喻让你更好理解。好，接着我们输入请给我变数在 Python 中的用法，并附上范例。获得像英文例句一样使用的范例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解释和范例都贴在我们的字词后面后，就能收集成你个人专属的程式设计单词本了。哪天忘记就回来复习，再也不用担心出现陌生的词语。不过只有理解程式码的字面意义还不够，我们还要执行这段程式码，实际体验程式执行的效果。程式语言不仅能当作文章阅读，还能够像魔法卷轴一样发挥效果。这正是程式与其他自然语言最大的差别。你以为这样就没了吗？还有个精彩的，我们可以让 AI 出考题，考考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了。请从这边程式码中挑出一个重点观念，并出一个考题让我回答。这样子的描述能让 Cloud 从给定的范例中找出一个适合作为测试的观念。由于这题很简单，就交给你来回答咯。另外，由于在电脑上跑程式前，一定得把程式码存成档案，因此我个人建议每生成一篇就顺手存档放进章节资料夹。除了能够收集过去所有的练习题，偶尔还能回头看看自己记得多少。存档以后，继续让 AI 生成下一个范例，并且重复前面的步骤，直到随便生成一篇程式码你都能看得懂，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章节，继续阅读更难的内容。假如你已经学到函数以上的章节，那就表示你目前的能力已经可以进到下一个阶段，修改程式码。前面有提过，大部分的工程师并不需要从头到尾开发出一整套系统，而是基于现有的 source code 进行作业。修改的能力加上待会就会提到的除错能力，两者加起来大约就等于工程师口中的 maintenance。而修改系统功能，除了要满足刚才所聊到的阅读程式码的能力，我们还需要知道改哪里、改什么，以及改完会有怎么样的效果。只是通常刚开始接触程式，你对于修改程式码可能不是有那么多的方向。这时我们就可以透过之前所收集的范例，来让 AI 告诉我们该如何修改，以及提供修改的方向。例如 Tyler 这边就给 AI 一篇程式码，然后要求尝试改变这份程式码的功能，比较修改的段落以及差异。AI 就会自己想出一个修改后的功能，并且分析两者的不同。我们只需要从中观察哪些部分被修改了，如何被修改，最后再自己动手修改看看，执行看看，这样就能慢慢培养出修改程式码的能力了。如果我们对功能已经有一些想法，只是不知道怎么样修改成我们要的，这时候只需要对 AI 说，我想要把这份程式码的工程改为什么什么什么， Cloud 就会直接修改程式，并且说明修改的步骤。虽然这个操作可以交给 AI 完成，不过如果你已经累积一些经验，不妨挑战自己先试着修改一版，顺便提升修改程式码的熟练度，再看 AI 是如何修改的。
对于学习的经验累积会有大大的帮助哦。我们甚至可以来个角色互换，由 AI 出题，我们负责来修改。要做到这点，你可以这么说：我在练习维护程式码，给我一个修改这份程式的具体需求，然后一并附上档案。Cloud 就会给出一份要求，这边 Cloud 要求我们将主游戏的逻辑封装在一个函数中，以便多次游玩。那么除了知道原本哪一段是主流程，打包成一个函数，也要知道在什么条件情况下，我们可以使玩家决定他要不要继续来玩游戏。要注意的是，为了不影响到原版的阅读范例，我们必须复制一份到修改专用的资料夹，以遵循 OCP。所以这边我建立一个修改练习用的资料夹，然后每一次修改一份程式码，就在这个专用资料夹中建立一个小资料夹，然后把其他修改过的版本连同原版的副本一同存入这个资料夹。会读会改，终于可以写程式码了吗？别急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那就是debug。没错，这是成为专业工程师至重要的一环。你可以不会开发出一套系统，但你绝对不可以不会出错，因为不论是开发自己的系统，或者是维护他人的 code， 都会冒出许多的 bug， 需要工程师一一排除。如果要避免花大量时间在解决这些问题，那么就一定好好学习如何出错。一位厉害的工程师一定是一位出错大师，而练习出错最强大的方式就是让 AI 生成有 bug 的程式码。请生成一份错误的 Python 程式码，让我能修改，范围是函数以前的单元，但不要告诉我错在哪。基于我们前面阅读以及修改程式码的测验，此时的你应该要有能力发现问题，并且找出错误了哦。例如这边 AI 生成了一篇有问题的 code， 我们能很快的发现几个错误，比如说双单引号不对称、区块的展开少了冒号等等。把这些问题修改掉以后，提交作答给 AI， 让 AI 来判断我们所写的 code 是不是成功解决掉 bug 了。另外，如果你发现 AI 给你生成的题目太简单，你也可以尝试把现有的程式码给 AI， 让它从里面故意制造几处的bug， 让你练习修改掉这些错误。一样别忘了依据前面的分类方式，设置一个除错专用的资料夹，再为每次的练习建置一个资料夹，放入正确与错误的两种版本，以利复习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恭喜你，你来到了最难的终极阶段，空手出牌。要从一份空白的档案写出完整的程式码，你必须将前面所学的3项重点能力融会贯通，并且透过不断的阅读程式码，将常用的语法背起来。我相信这也是写程式最困难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对于前3阶段的累积还不是那么有自信，那就按下暂停，先回头好好训练一番再来。Tyler 会在这边等你。对，反正影片在这边也不会不见。那么既然都要练习解题了，最好的做法当然是解决工作上或求职上会遇到的问题，帮助最大。其中又以 LeetCode 作为工程师能力测验最普遍的方式。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重点，就交给聪明的你自己研究如何使用了。Tyler 今天就简单挑一题 Letter Combinations of a Phone Number 来示范如何用 AI 辅助我们培养解题能力。而培养这样的能力其实只有一个重点，不要让 AI 直接帮你回答。我们可以先让 AI 提示我们的作答方向，然后再自己动脑设计出整个解决问题的流程。比如我这边就会说，给我这题的作答方向，但是不要帮我作答。你可以看到 Cloud 就只给我思考的脉络，而没有提供给我任何的程式码，我就能练习思考每一个步骤我该做什么流程，我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资料，画出一些流程图，再把处理资料的脉络转换成程式码，最后执行并测试结果。如果你毫无头绪，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，你可以翻阅我们过去所收集的范例，有没有找到相应的片段，把它稍微拼凑起来，来解决这样的问题。这样做在一开始是完全 OK 的哦，不要一开始就想要自己从0到100分自己完成。而且其实在工作上也不是每件事情都靠自己，需要团队的合作。不过如果你用上了范例还是解不太出来，那就表示这题太难了请你挑一题比较简单的题目再来。另外在上传到平台之前，我们可以设计一些测试的 case， 也就是说我们拿我们的程式码输入不同的参数来测试。
手动测试基本上都要可以通过，然后才把我们的程式码提交到网站上，避免你花太多时间来来回回。提交过后，如果发现没有通过，那就表示我们的程式码哪里有错，必须要仔细检查是不是有语法的漏洞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写法太慢了，过于耗时。这边Tyler真心建议你慢慢的自己出错，不要依赖 AI 的能力，这样才能检定是不是还有哪些观念需要补强，同时也能以实战更多的演练你的出错能力。如果你自己成功的写出一个解答，也通过了测试，先别急着跳下一题。这时候我们可以问问 AI， 看看 AI 对于我们这一题的想法是什么，说不定它有更聪明、更快速的方法。不过这个必须是你已经写完一题，成功测试通过之后才能做的事情哦。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保留每一题对于我们脑袋思考、学习成长的空间。不过要小心，这边会出现一个非常致命的陷阱，那就是 AI 的答案不一定能用。这时候我会想要先把 AI 生成的答案丢到测验平台上检定一下，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开这个问题，然后我再跟 AI 对答案。如果你真的很不幸遇到了 AI 乱回答的状况呢，请你重开一个视窗，然后呢再把问题切小一点，重新一个一个的去问它，让这个问题比较不会那么庞大。最后务必使用上我们前面所练习的技巧，好好的自己理解、修正，并且出错，才是长久的成功之道。期待看到不断成长的你，我是 Tyler，我们下次见。